不靠预制，靠模仿，一年狂开200家。盖东来大块牛肉饭为什么只用1年时间就走完了吉野家几十年的路子呢？当吉野家凭借一己之力拉高了打工人的人均伙食费时，盖东来却凭借现炖现卖大块牛肉，硬是在牛肉饭中杀出一条血路。盖东来刚出道时，简直就是吉野家的野生学徒。人家卖牛肉饭，盖东来也卖牛肉饭；人家搞快餐标准化，盖东来也学这套流程。连出3块米饭管够的路数，都带着浓浓的吉野家影子。但盖东来聪明就聪明在，他不是照搬照抄，而是在吉野家的基础上加入了东北 buff。但是就靠着一碗牛肉饭，盖东来真的能撬动市场，超越日本吉野家吗？2024年，第一家盖东来门店刚开张，就凭借大块牛肉在开业当天排起长队，精准戳中了东北人实在的消费心理。短短1年时间，盖东来门店已经突破200家。遍布全国12个省份，这规模在快餐界绝对算得上是黑马级别的存在。对比吉野家，1992年就进入中国，巅峰时门店近700家，但如今却连年关店，3年时间就有200家门店倒闭停业，活脱脱一个过气网红。而盖东来能在短短1年追赶上来，很大程度上是接住了吉野家丢掉的这份市场份额。在东北老家，盖东来早就成了街溜子都知道的品牌，光是哈尔滨就已经开出32家，每到饭点都是大排长龙的景象。打工人想吃一碗牛肉饭，几乎都是一座难求。更绝的是，盖东来不仅在北方横着走，还大胆南下闯江湖，在山东、郑州、河北、海南等地门店开一家火一家，而曾经在中国爆火的日本吉野家正在被本土品牌一点点收割。盖东来大块牛肉饭凭啥这么火呢？其实啊，盖东来最绝的是在营销策略上的精准发力，利用线上平台开展互动营销，发起牛肉饭挑战赛，开业即火成了常态。抖音上盖东来的开业视频像自带流量密码，配上开业第一天老板疯了的文案，想不火都难。有哈尔滨的门店开业视频累计点赞量破100万，全国各地的加盟商都来抄作业。当别的餐也纷纷使用预制菜翻车，被网友们一片吐槽，盖东来就立刻推出拒绝预制菜高压锅现炖的牌子，后厨也直接搬到明档，高压锅突突冒气成了活广告。而餐饮行业最看重的复购率，盖东来也毫不逊色，创立短短1年时间就能凭借一碗大块牛肉饭成功拿下每一位食客，真正做到了将复购率达到80%。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复购率，一方面是因为稳定的菜品质量和实惠价格，让打工人觉得吃得值。21碗的大块牛肉饭，米饭汤汁还能免费续，再加上6块1盘的素菜，15块1盘的荤菜和4块1碗的牛肉丸子汤，一顿饭下来花个30-40块钱就能吃饱又吃好。另一方面，不断的创新，当其他品牌死在了无创新的路子上时，盖东来却从未停止脚步。在菜品方面，除了经典的大块牛肉饭，还推出了备受欢迎的番茄牛肉饭，精选新鲜西红柿熬成浓郁的番茄汤底，再加入炖得软烂的牛肉块，尤其受到喜欢酸甜口味的打工人青睐。研发团队还针对不同季节推出限定款，夏季推出的牛臂大冷面更是堪称爆款，绿色的冷面格外吸睛，这独特的颜色来自于菠菜汁的加持，既健康又有视觉冲击力。而汤汁则使用雪碧调配而成，搭配上辣白菜、牛肉、鸡蛋等配料，一出场就牢牢抓住了年轻人味蕾。还有半筋半肉饭，也是盖东来的创新力作，精选带筋的牛肉部位，采用类似农村大锅炖肉的做法，用传统铁锅慢炖，仿佛让人尝到了家乡的味道。不少打工人表示，中午想不出吃啥的时候，去盖东来准没错。这种消费习惯的养成，让盖东来成了很多打工人的午餐固定选项。这样的盖东来在加盟模式上也是下足了功夫，在借鉴其他品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，把它改成了东北老铁手把手教学。首先体现在选址环节，盖东来用大数据分析性价比之王，社区门口、写字楼角落都能开，成本直接砍半。有加盟商说，别人看不上的位置，我们照样能做火，毕竟打工人吃饭方便比排场更重要。供应链更是盖东来的核心武器。当其他餐饮还在靠着第三方供应商，成本高还容易出问题时，盖东来直接自建中央厨房，从切块牛肉到秘制酱料全是自产自销，加盟商不用东奔西跑找货源，这操作直接将各个门店的成本压到了最低，加盟门槛也很友好，20万左右就能开家店。相比那些动辄上百万的茶饮品牌，盖东来的加盟费亲民多了，难怪有网友调侃，盖东来这是给普通人留了条创业的活路啊！如今的牛肉饭市场早已经不是那种日式独大的局面了，再加上如今消费降级，奶茶品牌都从之前客单价25降到了如今的15块，当消费者已经开始追求本土味道加高性价比加真实感，而盖东来就正好踩中了这3个点，就像当年的肯德基推出了老北京鸡肉卷，还保住了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。如今国内的盖浇饭选手各有绝招，湖南的辣椒炒肉盖饭靠辣度取胜，四川的回锅肉盖饭凭香气出圈，盖东来靠大块吃肉的豪爽站稳脚跟。这些本土品牌都抓住了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懂中国人的胃，用一碗大块牛肉饭拿捏打工人。盖东来的成功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从哈尔滨国安街的第一家门店走向全国的扩张之路，凭借超高性价比、精准营销手段以及低门槛的加盟模式，让它成为打工人就餐的首选。当然，盖东来要是哪天开始偷工减料、涨价减量，照样会被新的产品给取代。毕竟在快餐江湖，从来没有永远的老大，只有永远的变化。